我这几天胃口很不好，然后吃了就会吐，然后脚也肿起来了，然后走路也会喘，小便也变得比较少。王小姐，你有点喘，你慢慢的讲没有关系，你慢慢讲。好，就是走路我也会喘的。因为王小姐，你这听起来是的确有可能是肾脏病的症状。那我们刚才有帮你安排做抽血跟小便的检查，我们等会来看这个抽血的报告，再来详细跟你解释。好。王小姐，你那个抽血报告哦，它那个肌酸酐哦，就是我们通常讲说是叫肾脏毒素哦，高到10以上，因为正常哦大概不会超过1.5，所以你可以发觉它很高。那所以我们这样换算过来的话，你的肾脏功能哦可能不到1/10。我的肾功能只剩不到1/10，很严重吗？一般来讲，肾脏病哦它有分为5期，第1期表示比较轻微，第2期就稍微有点严重，那第5期是最严重的。那照你的肾脏功能不到1/10来判断起来的话，您的肾脏病是属于第5期。第5期有尿毒的症状的时候，它通常会有一些吃东西吃不下啦、恶心呕吐啦、胃口会改变啦，那甚至因为肺部积水啊，你可能会有点会喘，水肿厉害的时候也会造成你的水肿。当然这些症状在比较轻微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用药物的治疗，但是如果症状很明显啊，那个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要考虑说啊，用这个洗肾或者换肾来帮助你解决这些健康的问题。那我目前我的肾脏病是属于第5期，那我应该要选择哪一种治疗方式？一般的老百姓然后听到讲有疾病啦、尿毒症的时候，心里会很恐惧，有时候没有寻求正规的治疗方法。但实际上，如果对于说所谓的这个肾脏替代疗法，如果有正确的认识的话，实际上心里比较不那么恐惧，也对自己以后的安排也会比较好。那这样子就不会说到时候到了最不得已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很多侵入性的治疗，可能反而造成住院的时间变得很长，而且可能会变得反而比较危险。那肾脏替代疗法是什么呢？所谓的肾脏替代疗法的意思就是说，当您的肾脏功能它已经剩下的功能不到正常肾脏功能的1/10或者1/10以下的时候，你身上的那个毒素跟水分会慢慢增加起来，所以会造成你的生活品质变得很差。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用一种方法来想办法代替你的肾脏功能让你能够继续的好好的生活下去。那这些方法有好几种，我们统称起来，把它叫做肾脏替代疗法。所以也就是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可以选择吗？是的，有好几种方法可以做选择，所以我们等会会请那个肾脏病的个案的管理师来向你详细说明，你可能有哪一些选择可以来做抉择。这样子。好的，医生，谢谢。什么是肾脏替代疗法？肾脏病除了洗肾可以选择外，难道就没有其他替代疗法了吗？以下将带你认识4种肾脏替代疗法：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脏移植以及安宁疗护等选择。血液透析治疗主要功能在过滤和清除血液中的废物和杂质，再将已过滤的血液输送回体内，又可称为洗血或者是洗油剂。腹膜透析是利用自己的腹膜来执行毒素与水分的交换方式，可以自己操作换药水，不需要到洗肾中心由护理人员执行治疗。肾脏移植是指将捐赠者健康的肾脏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植入受赠者的体内，取代损坏的肾脏，让肾脏能恢复正常的功能。肾脏移植可以分为2类，一种是活体捐赠，另一种则是来自脑死者的捐赠。活体捐赠是经由手术将一颗健康的肾脏移植给肾脏衰竭的病人，来取代原来衰竭的肾脏。捐赠者在捐赠前必须抽血检查，必须符合组织配对，才可以实行捐赠。另一项方式来自于脑死者的捐赠，也必须具有几项条件：年龄介于1到60岁区间的临危病人，脑死前肾功能正常，没有恶性肿瘤、传染性疾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需取得捐赠者或其家属同意。认识安宁疗护。台湾于2000年颁布《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安宁疗护是指在尊重病人自身意愿下，对于慢性肾衰竭等重症末期或是无法治愈的末期病人，给予缓解及支持性的医疗照护措施，以减轻痛苦，使医护团队提供安宁共同照护服务。台湾于2009年将住院安宁疗护及安宁居家疗护全面导入健保支付标准，同时扩大收案对象，包含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等重症末期病人，皆可选择安宁疗护。不管是哪一种肾脏替代疗法，包括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实际上它根据不同的人的这个病情的状况，它其实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是不管是优点或者缺点，最重要的其实是，如果能够提早来做准备的话，可以减少这个尿毒症受苦的这个程度跟时间，而且可以及早让你恢复到你的工作岗位，可以恢复到你正常的家庭生活。